什么样的人会购买千元机？我问了工作室所有的同事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个，价格因素，自己确实预算不够啊。第二个，买给老人或者小孩。第三个，实用主义，够用就可以了啊，我不太在乎手机这个产品啊。第四个就是家财万贯，体验人生，你是哪一类呢？我知道你们肯定应该都是第四类啊。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这一期咱们来聊聊千元机。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本视频由小白有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谁说买二手没保障？买精品二手机上小白有品，3天物流退货，180天保修，国行正品，价格公道，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小白有品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实话讲，我们确实很久没有特意去关注千元市场了。为了了解目前千元机的情况，我们以某东价格为标准，整理了同价位之中1500元档位还不错的几个机型，做了一个汇总表格，免去了想购买的小伙伴们比来比去的麻烦。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可能随着时间变化，价格和优惠也有些许变化，仅供大家参考。你可以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千元机表格这5个字查看并且保存。先通过纸面的数据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OPPO 和 vivo 在这个价位段中确实优势并不大啊，反倒是子品牌表现得非常出色。小米自然表现不错，参数均衡，刀法精准，不同的价格下也都可圈可点。谈起小米红米啊，很多人想起的第一个词汇就是性价比。小米也一直很看重千元级别的市场。16年小米销量同比下滑36%的时候，而17年扭转局势的千元机市场出了很大一份力。后来大家的重心都转向高端，但对于尝过甜头的小米来说呢，也不会把这块市场拱手相让的。这个价位段的华为系麒麟810表现不错，但遗憾的是不支持5G，所以有了搭载天玑处理器的5G 机型。魅族16系列有的机器表现不错，可问题是现在都没有货了。时至今日，千元机市场确实鲜有厂商用心了啊，既没有什么利润，也树立不了什么品牌形象，大家都在往高端冲。这个费力不讨好啊，在产品序列上呢，大家似乎都把千元任务交给了自己的老机型降价。不信你就仔细想想啊，在这个价位段已经很少有专门的机型发布了。我们详细对比了一下参数，还发现啊，比1000元多出的500元会让手机的硬件配置、屏幕表现、设计、工艺方面都提升一个很大的档次，而1500到2000元这500元相对提升就要小一些。综合以上考量呢，我们主观的在1500元档位挑出了3款比较有代表性的机型，跟大家来聊一聊。荣耀的 Play 4T Pro、K30 5G、realme 的 V5， 相对价格呢 K30i 要更加合适一些啊，但是目前手头我们现在没有。这几个机型的参数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一张表格大家可以暂停对比查看。相比于之前清一色的水滴屏设计，2020年的千元级别机器明显就要好看多了。3台机器在全屏方案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荣耀 4T Pro 还是水滴设计，但是还有大家玩的 K30 5G 和左置挖孔的 realme V5 可选。正面的观感上呢，主观觉得发布最晚的 realme V5 表现要更佳一些，而贝壳方面呢，只有 K30 5G 采用了玻璃的材质，无论是观感还是手感都更加高级，重量也达到了208克。V5 和 4T Pro 的塑料贝壳手感上确实更差一些啊，但是也带来了更轻的重量。V5 194克， 4T Pro 只有165克。如果问大家千元机你最在意的点是什么，估计很多人都会说续航，在我们之前的调研中也是这样的。处理器性能没有旗舰机那么强悍，功耗自然比旗舰机更具有优势，这就是很多人当备用机或者说买给长辈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在电池方面呢，三者差别很大啊。V5 5000毫安时，天玑720处理器；K30 4500毫安时的电池，765G 处理器；4T Pro 4000毫安时电池，820处理器。实测下呢，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V5剩余电量81%，与 Z6 并列小白测评数据库第1名。4T Pro 和 K30 5G 表现一致，剩余电量77%，而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下，V5剩余51%的电量，拿下小白测评数据库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排行榜的第1名，而且也是这项测试之中目前唯一一台剩余电量在50%以上的手机发哥 V5。4T Pro 呢，剩余电量36%，K30 5G 剩余电量35%，基本一致。120赫兹的 K30 5G 和60赫兹的 4T Pro 相比，处在同一水平，表现也非常不错了。充电方面 ，V5 和 K30 一样配置了30瓦的快充，4T Pro 呢则是22.5瓦。0到100%测试下呢，两个30瓦一样耗时60分钟，4T Pro 当然要更慢一些，耗时
86分钟。不过考虑到 V5 相比 K30 5G 多了5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 V5 确实要更快一筹。既然是千元机的横屏，除了续航，性能的优先级呢一样是非常高。娱乐图方面 ，K30 5G 32万的成绩略胜一筹 ，V5 和 4T Pro 紧随其后。Geekbench 5单核测试中呢 ，4T Pro 596，K30 5G 610，多核跑分 K30 1898，4T Pro 1925，V5 由于屏蔽原因暂时还无法测试。实测方面是不是和跑分一致，谁分高谁的游戏体验就更好一些呢？在和平精 HDR 高清加极限测试之中 ，V5 的平均帧率 49.49， 波动 28.59，4T Pro 平均帧率 54.94， 波动 27，K30 5G 平均帧率 55.64， 波动 13.8。K30 5G 在游戏方面的表现最佳，无论是平均帧率还是波动都要更好一些。在发热上呢 ，4T Pro 这边表现不太理想啊，48度可以说有些烫手了。K30 这边性能环节表现最佳，温控表现也尚可。realme V5 帧率表现最差，发热 45.6摄氏度，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天玑720跑分和帧率上稍显不足，好处就是较低的发热和更长的续航。你看有得就有失，哪个好就看你日常的使用习惯了。最后来看一下拍照，第一组样张呢 ，V5 有一些过曝啊，整体画面偏白不够真实 ，K30 5G 细节保留最好。第二组超广角样张中 ，4T Pro 的视角又明显小于其他手机，但是画质上并没有表现得更好。放大强体 ，V5 的细节表现最好 ，4T Pro 涂抹感严重，而 K30 5G 的强体则是没有什么细节保留了。拍摄色彩艳丽的花朵时 ，K30 5G 调色有点油油的感觉 ，V5 的花朵更加接近真实颜色，但是不太讨喜。4T Pro 的颜色虽然有一些失真，但是总体表现上要更好一些。这组样张中 ，4T Pro 的天空显得更蓝，但是树叶颜色则拍得有些偏黄了。放大看楼宇细节啊 ，4T Pro 和 V5 均有不同程度的涂抹感 ，K30 5G 层次感最好。夜景样张中呢 ，V5 的白平衡表现不佳，色彩看起来有些不够真实 ，4T Pro 则是蓝色有些过饱和。K30 5G 调色更加偏向于真实，这组叮当猫的特写中 ，V5 的白平衡依旧出现了问题。看来 V5 的拍照算法并不算完善啊，需要进一步的优化。K30 5G 的曝光则是偏低于 4T Pro， 并且有轻微的偏紫问题。总体而言呢 ，K30 5G 6400万的主摄还是要更有优势一些的，但是在某些场景下，色彩表现要稍逊一筹。V5 可能是上市比较早啊，我们体验的也比较早，这白平衡呢还有一些问题。虽然说是千元机，但是白平衡的问题还是不应该出现的。最后要特别说明一下，价格更合适的 K30i 呢，它是4800万像素的主摄，要稍逊一点6400万。3台机器在白天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翻车情况啊，综合表现呢，其实已经超出了我对千元机的印象啊，都1000元了，还要什么自行车？还是老规矩，咱们的小白思维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千元机横屏”这5个字，你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原图还有他们的数据。看到这儿，估计大家对目前千元机市场的水平呢，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我还是想额外提几个小点啊。第一个 ，4T Pro 不支持5G， 对5G 有需求的小伙伴要另做考虑了啊。第二个，3款手机刷新率不同，而且差别很大啊，从低到高分别是 4T Pro 的60赫兹、V5 的90赫兹、K30 5G 的120赫兹。给长辈用确实影响不大，给自己用就要选择一下了。60赫兹到90赫兹感知还是非常明显的。第三个 ，4T Pro 呢是 OLED 屏幕，但是并没有和其他2台 LCD 屏幕拉开太大的差距。它支持息屏显示，支持屏下指纹，一体感要更好一些。识别速度3款都差不多，不过在大太阳下呢，由于这块屏幕的亮度比较低，需要瞅准位置再去按啊。另外2款手机的侧面指纹呢显得更实用一些，但是破坏了一点一体感。第4点 ，V5 和 4T Pro 系统自带简易模式 ，K30 5G 我反复都没有找到啊，询问小米客服呢，果然是MIUI 12还没有预装，需要在自带的应用商店搜索极简桌面下载使用。第5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价格，同样是6加128G，K30i 售价1499，K30 5G 售价1699，不过经常有优惠啊。K30 5G 的6加64G 售价1399，但目前是缺货状态，有也不建议你买64的啊。K30i 除了主摄从6400万降到了4800万，其他配置几乎一致。综合体验来讲啊，3款手机一定要选择一个我自己使用的话，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 V5 一些，因为我对千元机的需求就是备用机，就是续航好就可以了。正面视觉观感要更好一些，90赫兹也还不错，重量尚可，玩具没有被拉得太开。不过我日常都是用主力机打游戏。如果要是软硬件综合考量，大众倾向一些 K30相对更加水桶一点，这个就看你的需求了。4T Pro 呢，相对这2台机器就要弱了一些了。随着智能手机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户对于手机各个方面的要求
求都变得越来越高。对于千元机用户来说，应该最能感受到市场的变化。手机市场技术不断成熟，供应链的经验不断积累，在很多旗舰机上的新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成本降低之后，就会下放在千元机上。5G 处理器、OLED 屏幕、高刷新率、更快的充电，这些都需要成本研发。硬件上涨，用户选择，市场改变，种种因素呢，决定了各家千元机呢不再像以前一样可以更新的比较频繁。回想当年玩千元机的时候，很多小伙伴呢都是初出社会，跌跌撞撞，工资也不高，时间很长，这个日子也很艰苦。我们仍然充满好奇去发现这个世界。千元机的工艺和设计都不够优秀，性能呢也非常一般，让我们做什么都慢别人一拍啊！但确实可以给很多人带来最初的惊喜和感动。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第一部千元机是哪台呢？它陪伴了你多久时间？我相信基友党对于自己的第一台千元机应该有一些格外的印象。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公众号里边。博客完整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